你对路易莎的印象是什么？是满屋子插着笔电，然后喝一杯咖啡就要做整天的学生，还是那个你永远找不到插座的 K 书中心？但是现在路易莎变了，它变了，不想只卖你80元的咖啡，而是要让你一次喷好几百，还希望你心甘情愿一直掏钱的地方。它凭什么这么有自信？这支影片会带你看到不一样的路易莎。嗨，我是电商 Tony 陈，觉得商业套路太复杂吗？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不讲大道理，只带你看热闹。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上一集影片讲了为什么拉布布会风靡全球，那这次我们来讲路易莎为什么要开复合式餐厅哦。路易莎开餐厅的你知道吗？其实已经很多品牌了哦。那我讲的不是清燕牛排或是初泰这种吃午餐晚餐的正规餐厅，而是它会从早上9点半就供餐供应到晚上9点，还有供酒的复合式餐厅哦。认真说这个还蛮屌的哦，这屌在哪里你听我讲完你就知道。我最后会告诉你说这个商业模式的终局会长得多么的浮夸，也让你之后带女生去餐厅的时候可以拿来讲给大家听哦。搞不好你听一听以后就觉得说这么猛不然去买个路易莎好了哦。好，那我们先讲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白雾时光，从早餐到晚餐，吃完还可续聊，不限时。路易莎黄明贤梦想店，20年前就想做，可惜创业本不够。黄明贤先生就是路易莎的创办人。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新闻的内容，就是路易莎集团在2025年的年底推出了一个新的生活风格餐饮品牌，叫白雾时光首家旗舰店开在板桥，位置在杰士堡酒店旁边。就在县民大道跟民生路2段的交叉路口附近。然后创办人说，这间餐厅其实他20几年前他就想要开了，只是那时候他口袋只有20万，所以先开咖啡店这样。20年以后他终于圆梦了，然后说这间板桥旗舰店只是第一间，未来的1年之内会再开8间已经在规划中这样。好，那这间复合式餐厅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创办人的说法是，这间店结合了咖啡、饮品、面包、甜点、早餐、中餐、晚餐。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早餐就可以在那边吃然后一路这样给他吃到晚餐餐餐不重复这样。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机制是说，整个餐厅会分成2个区块，定位用餐区跟自由时光区定位用餐区就是一般吃饭的地方然后可以坐2个小时吃饭，然后你们吃完以后觉得聊天聊不过瘾或是要继续做要干嘛的话，可以直接移驾到自由时光区继续聊这不限时的还会提供插座给你充电，所以就能让你从早上9点半一路给它做到晚上9点这样。这是直销厅的大喜。好，那介绍完餐厅以后，我们就来讲这个商业模式的优秀之处。所以你要知道白雾时光的厉害之处好，那我们现在讲这套商业模式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急速拉高客单价路易莎咖啡你也知道就平价咖啡嘛，跟学生的 K 书中心怎么卖都卖不贵卖不高，这个平均客单价就是大概100多200你要多点个贝果或是什么，顶多到200、300而已，然后他要消耗那么久的时间的那个座位那比较有钱一点的学生就是多点一点餐客单也拉不太高到哪里去那白雾时光加入正餐服务它就是要直接拉高客单价，直接拉到400-500一个人而且我们刚才有讲他吃完饭以后你还可以去旁边聊天，再点个咖啡甜点之类的，还可以继续把客单价再给它拉到600-700这样。第二个优点，最高效率使用空间像一般餐厅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早上跟下午都闲闲的，甚至要先休息休息是这样，反正你去看餐饮你就知道，那个下午时段不营业是因为老板没有要付那个几个小时的人员薪水，然后那几个小时人也不知道干嘛就在那边滑手机然后趴在桌上睡觉之类的那他现在要把这个时间段都利用起来，因为一般餐厅真的只有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在忙而已。好，咖啡厅怎么样？刚好相反变成说上午要去带一杯咖啡去上班，下午来咖啡厅来喝下午茶或开会要干嘛的约客户所以咖啡厅的中午跟晚餐时光都没有那么忙甚至有些独立咖啡店晚上6、7点他就关门为什么要关门？因为那个老板要去吃晚餐要回家要带小孩。好，所以这个复合的模式优势就出来了。
他现在可以吃全天候的客群哦，早上冲咖啡给上班族，中午做正餐给上班族哦，下午冲咖啡做下班族的下午茶，晚上还有正餐呢，好让上班族来约会啊、谈事情啊或干嘛。然后不要忘了他还有卖餐酒啊，就这样可以一路给他吃到晚上9点。所以如果你是店员的话，真的会忙到炸裂。不过这个应该他们会做妥善的安排啦，不然那个员工第一天上班就给你爆料公社，谁受得了？然后就这个空间都是完完整整被利用起来的，没有那个时间的浪费哦。第三个优点，多产品线摊提成本哦。路易莎集团除了你熟知的路易莎咖啡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餐厅，它很多牌子哦，所以它本来就有自己的中央厨房，跟多位专业主厨可以来研发菜单，降低食材成本，跟那个开发的风险。白话文就是说，我这中央厨房早就有了我人才跟资源都是现有的那我不是要多费什么力气，我就是开一间复合式的餐厅空间然后把它取名叫白雾然后来看看这个空间的最大化利用会长怎么样再来你要知道路易莎在背后打什么算盘怎么听起来好像是白雾时光，好像就是个餐厅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商业模式一整天一天到晚全部都给它利用起来，这个商业模式不错，但也还好没有什么很惊艳是不是 Tony 又在那边乱讲话，那边水一集好来，我带你看一个我在新闻中看到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来，先看我框起来的，照顾一下 Podcast 的观众，我简单讲一下，就是白雾时光目前已经有知名连锁饭店及商场在洽谈进驻那个商场我们就未看先猜叫做百货公司好了。然后这边要划重点他们可以怎样做模组化的系统模组化的系统就是说，你这个场域你只是需要咖啡跟甜点，好，那我就给你那个咖啡桌跟甜点吧台就好了那你这个场域只要餐厅，好，那我就给你餐厅的厨房。那你这个场域什么都要也可以，它就可以拆着用，然后都是这个牌子，你知道想要多一点体验感的话，那我就加上座位区，变成共享空间。也就是说，他们是可以依照商场或饭店目前的招商需求，来提供不同的乐高解法反正你要只是喝的，好，那我就给你只喝的；你要有吃又有喝，好，这个我也都有，我也端得出来。然后我自己开的旗舰店，当然什么都有，有吃又有喝。你们那个招商的干部想要知道入驻之后会长这样，你们就来我的店就这样。然后黄明贤先生觉得说，这个是未来10年的餐饮新模式。好，那我就问你，为什么入驻商场或饭店对白雾时光来说会很重要？如果他不觉得重要的话，就不会提出这种模组化的想法嘛，也不会特别提出来然后写在新闻里。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我要讲干话来跟你分享我自己想的版本是长怎样，讲中那就中那没中就是没差，我们就继续看戏。好，这听起来好像只是体贴饭店，但其实他是在跟你拼什么？拼通路的入口通路的入口。讲得更直接，就是说他在争夺的是整间饭店跟商场通路的一个亲门踏户就对了。你今天当一个商场或饭店，你要找餐饮合作那白雾时光可以用模组化组装出对方需要的版本，那对方就没什么理由不让他来，你知道？好，一旦被他进去以后，竞品要再进去的门槛会变高，因为比较好的位置啊、空间啊、动线啊、客群啊，可能他就先占了啊。你想说他在开店其实他在做那个场域的占领，反正就是先卡位就对了。这件事情的价值不是说多一点客人流量这么简单就是他把饭店的流量然后场域啊、信任啊，然后慢慢的就拐成路易莎自己的资产。因为我去比较高级的5星级酒店，我会看到白雾嘛然后看久了以后，这个白雾的牌子好像是厉害的牌子，然后怎么样？再用会员系统把这些资料资产去变成可以重复收割，不要讲收割，就是说重复去变现的一个现金流这个我八卦的时候，我再好好补充给你那我也跟你分享，我看到这个做法的3大价值第一层价值就降低获客成本你饭店本来就人流，可是饭店做的事情很单一嘛，就是住宿啊，然后一些也没什么客人的酒吧或是干嘛那群人多半不是路过，他直接在那边住过夜停留在这边，而且还是高消费族群你看你把白雾时光放进5星级饭店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把一个门市开在自带高客单价流量的容器里面嘛然后再把全集团的会员全部给它串接起来等于你每服务一个你的白雾的客人在开在饭店里的话，
好，那如果这个客人加你的会员，这个集团就会加出了不是餐饮的客人，他是饭店的客人高消费人口而且是以往那个路易莎根本就吃不到的那个高客单价族群因为路易莎最多就学生嘛，学生族群已经多到他不想要接了，事情又多在那边读书，然后那边吵架或者干嘛。就算未来他不去这间饭店他也可能会变成路易莎其他牌子的客人。简单的说就是饭店帮你付广告费的意思啦然后还帮你过滤了客群啊，这好不好？这当然好啊你要端得出让5星级饭店看得上眼的东西，他才要让你进驻嘛第二层价值把客人带回路易莎我们现在讲路易莎，你不要只想那个咖啡就是它有非常多的牌子它是一个矩阵你要牛排这个东西他们都端得出来。好，例如说你今天在白雾时光消费500然后他怎样？他是送免费的路易莎咖啡，这个是券那是不是今天这个会员去白雾时光下次那手上有的券加减用不用用了至少他都知道他家附近那个路易莎在哪边嘛，不会每次都去星巴克而且人家就是高消费族群就不会存在什么反正我就是特别去就为了一杯免费咖啡这种省钱为目的的事情，他可能一去有好几百这样子在消费那第三层价值，拿到战略层面的护城河你一旦卡进饭店，别人很难进来因为当他一旦进驻某个饭店或商场以后，竞争对手要取代掉他，门槛变很高你竞争对手想要进来，那个饭店这个厂子的主人就说来你看一下白雾的质感，你能不能做赢他你不要把我这边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夜市摊贩美食街就这样。你要服务流程啊、装潢啊、品质控制啊、会员权益啊或是什么有没的，通通都被锁定下来，抬高一个门槛。饭店不会轻易抽身把它去换到其他的品牌，更不能接受说反正这个牌子出的钱比较多，我就给他进驻结果引发什么客诉这我饭店要吞很麻烦那还有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白雾时光不是能做到全天候的餐饮供应吗？好，那是不是对饭店来说他们可以谈什么？你们帮我供餐而且你知道饭店最麻烦的不是什么，不是午晚餐是早餐对不对？有很多的精品旅馆或商务饭店，为了那一顿早餐，你要去养一整个厨房团队，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都是买一买那个麦当劳的餐券，然后发的，这样也很不划算所以如果我是饭店主管的话那很好白雾时光进来我直接撤掉那个厨房跟餐厅的人手变少了，不会说全撤了食安有问题，不好意思，你去找白雾时光，又可以避免被客诉的问题。所以对饭店来说这不错我做个房东，他可以来帮我去解决我其他方面的成本不错然后看一下又有质感这个风险就外包给白雾他们去弄就好这是饭店端的好处好，那对路易莎的好处是什么我描述一个场景你听听看就是你今天住饭店然后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给你那个白雾时光的早餐券你想想这个是什么那去看看。好，那你去消费的时候，店员告诉你说加入会员早餐马上升级或者要联动你的饭店会员之类的，然后只要报手机号码或是加 LINE 而已那你加了以后，他在 LINE 里派发给你那个路易莎的咖啡券或点心券。那等你退房从高雄回到台北那个路易莎的 App 它又在推播你看这种多点布局就对了。你住饭店的时候，你吃白雾时光，你下午茶咖啡那你就加减就买那个路易莎咖啡，因为你手上有券嘛晚上想吃餐酒馆或是要约朋友来看你要玩或干嘛来拜访没关系，我们就直接约白雾时光，它居然还有开在这里最方便，我只要下楼就好，我在饭店嘛，很棒那如果你不想要吃那个白雾时光也没关系，你看一下他推的优惠券青叶牛排也不错这也是路易莎的牌子那消费者就开始觉得怎么到处都有这个路易莎集团，他可能辨识不出来说这个是路易莎的牌子，可是就是这个选择很多就这样，这个竞争力就会出来，就是一个生态系啦去包围下来那你看这个就跟什么，就跟星巴克做出区隔啦。星巴克它又没有自己的其他牌子，你要去星巴克也吃不到牛排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边就应该理解为什么路易莎的创办人黄明贤先生会认为这个是未来的餐饮新模式因为他看到了这场竞争的终点是什么，就不是谁的餐点最好吃而是通路谁能够最快占领更多饭店商场的这种高消费族群的入口，那就可以提前拿下这个游戏的胜利这个我认为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下次你带女生去百物时光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她聊这个嘛。你知道吗？这间店看起来只是一个餐厅，然后它背后很深层的布局什么有没的，你看她愿不愿意听嘛？女生超不喜欢听这些东西。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给你做个参考。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欢迎底下留言讨论，我都会看。那你想要看到我分享更多商业背后的运作的逻辑，我也开通了 YouTube 频道会员，欢迎你加入，直接用钱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帮你把那些复杂的商业套路拆解清楚。讲八卦，就有一则脆，我要找给你看，这个跟我等一下谈的八卦有关，你看，你那个看不惯你自己按暂停，那边看一下，来，你看这则贴文的问题很有意思，那跟回答那你也都看到了。好，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讨这个让我想起了我刚进电商领域的时候的体会。以前跟我开过会的客户还有印象的话，应该也都记得我说过这个，就是说百货公司晚上10点铁门拉下来，好，到隔天早上再开门营业这晚上的营业额会是多少？会是0嘛，对不对？因为就关门没办法做生意好，你要硬扯，有的百货公司海底捞另一回事。总之就是说，电商对于实体门市来说就可以很好的去弥补这一块空白这营业时间段的空白电商又不关门随时可以做生意。那个百货公司晚上停止营业以后，线上的电商依然可以跑营业额对不对？作为实体主力营收是实体嘛，实体的补充。对，我虽然叫做电商偷昵称，但我从来不认为电商有多厉害，我都认为电商就是打辅助的，辅助让你的本业变好这样除非电商就是你自己的本业。好，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刚刚的脆贴文嘛，行销出去了，对不对然后人来了，人也消费了，人走了，什么都没留下，船过水无痕。这就是会员资料收集跟会员再行销的议题咯，这是另一题咯。我跟你说，在中国很早大概在2020年就已经变成什么线上网络上获客的成本，获取客户的成本你投广告嘛，吸引人来用你的服务嘛，买你的东西嘛那你花出去的行销钱、广告钱，这个东西叫获客成本。中国很早就已经变成说线上的获客成本是高于线下的获客成本，真的所以中国的网络公司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推的行销方式，这到现在也是这样地推是什么？地推就是摆摊子或是游击战就是真的是拍业务，然后一家一家一个人讲说，这是我们家的 app 是什么服务，你现在下载有什么优惠，就这样一个人这样子去推很夸张那用地推这种方式来增加新用户变成必要的选项，没办法，线上太贵了。你说怎么用人去推是不是很贵吗？你怎么不用网络行销去推？我告诉你没办法线上广告的获客成本已经比直接雇人到线下面一个人讲拜托下载一下还要贵很多了，那就是雇人OK， 好，综合以上2点，再加上今天影片的内容，我认为路易莎有很高几率可以闯出新的局面它百物当然是要拉抬实体的客单价为主嘛，不然它也不会选那个商场饭店合作你看它的做法饭店都讲饭店了，就不是那个什么奇怪的爱情旅馆了那饭店、商场、百货进驻，那这些客群跟他以前街边店的客群是同一个客群吗？就不是嘛，对不对？他可以拿到非街边店的客群的会员资料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原本就是经营街边店，路易莎不是这样街边店客群，那现在居然可以升级成饭店的客群就是饭店的人进来 check in， 然后拿到了折价券然后转头一看那边有这个餐厅好像不错然后就在那边消费或是升级成百货公司商场的客群。这个真的要好好收集会员资料并且好好的去运作会员再行销，真的可以打开跟以往完全不同的行销局面。再加上我刚刚八卦说的第一点，这个夜间非营业时间段，对不对但路易莎换个角度，他可以看自己百物生意把它看成说我这个百物就是拿来拿高客单价、拿饭店客群的一个通路就对了然后再用网络去做会员再行销来卖自己的调理包或是自有商品现在路易莎就有自有商品在卖了总之我看到的就是说路易莎这个百物就正在转型转型不是说他卖咖啡现在卖餐点的这种转型，而是说他从街边店的客群
怎样亲门踏户到消费之王饭店跟百货公司商场的客群里面去。我提醒一下，就是路易莎，你不要再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做纯餐饮业我就是要的，而是要留心你这个人啊，都来了饭店里头的白物，那你人走了以后，关门以后，你要怎么继续产生这个营收？你要留他会员资料，不然就很可惜这些人求之不得总之就是这样我很看好这个行为。那个饭店里头的用餐空间，我还没想到嘞，还可以这样子合作那就祝路易莎顺利希望她的努力可以为你我带来以后更好的消费体验。